今天我想向大家讲述一桩备受瞩目的悬案——重庆红衣男孩。虽然这是一起案件，但其所具有的诡异性和一些灵异相关的推测却更加引人深思。至今，这起案件仍是迷雾重重，不仅寻找凶手艰难，就连凶手是否存在都存在着诸多争议。更有甚者，甚至有人将此案与邪书续命之说联系在一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听我一一道来。内容涉及到未成年人，以下人名均为化名。让我们回到2009年11月5日中午12时许，当时54岁的农民工陈志武从重庆江北赶回巴南区东泉镇双星村高市看为上猪犊的儿子陈小军送钱。然而他却发现家里的正门和侧门紧闭，平常从不开的后门却虚掩着。他从后门走进去，却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13岁的儿子身穿红色的花裙子，被双手双脚结实地捆绑着，脚上还吊着一个巨大的秤砣，而捆着手的绳子则被拴在了屋梁上。孩子的身体离得只有几厘米，而他已经死亡多时，全身冰凉。陈小军是陈志武的独子，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悲痛，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随后陈志武想到了报警，巴南区刑侦队的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他们进屋后看到到处都是衣服和杂物，孩子用过的课本、作业本散乱地放在床上、桌上还放着2包方便面，看来孩子曾经吃过1包。而孩子的电子表、书包、计算器、手机、光盘等物品都留在床上。警方检查后发现书包里只剩下了32.5元钱。陈志武心急如焚，刑警们迅速行动，将他的儿子从屋梁上解救下来。当红裙被脱下，惊人的事实显露在众人面前，竟然穿着他堂姐的游泳衣，自己的衣服却不知所踪。儿子遗体上的勒痕深深地刻在大腿、双手、两肋、双脚踝部上方，额头前还有一个小孔和其他外伤。晚间，市公安局的刑警和法医赶到现场，法医初步推断陈小军是在48小时内死亡，即11月3日到4日这段时间。除了勒痕外，死者身上几乎没有其他外伤。为了查明死因，陈志武同意法医带走儿子的内脏等物，回城里解剖。不久后，孩子的母亲顾登慧也赶回老家，她早已泪流满面，但在看到儿子的遗体时，她忍不住大哭不止。悲痛之余，悔恨和愤怒涌上心头，他们后悔让儿子独自留在老家，恨有歹人害了儿子性命。于是夫妻俩振作起来，希望帮助警方早日抓住凶手。顾登会向刑警说明，他们俩在江北区打工，家里只有儿子一个人，平时每个周末儿子都回江北和他们在一起。但10月24日，他们给儿子几百元当做饭钱、资料费等。儿子说下周11月1日不回江北了，要自己回农村老屋。顾登会还强调，家里的后门从来不开，都用2块大木板挡着，外加1根钢筋。然而儿子死后，大门、侧门都被关着，后门却敞开着，2块大木板和钢筋被放在门的左右两侧，这显然不寻常。匡纪律在旁也插话道，回忆起儿子上一次与他们相处时，他的表现毫无瑕疵，无可挑剔，让人不敢相信他会自杀。可是现实总是残酷的，警方最终还是需要依据证据和事实做出结论。距离案发已经近1个月，巴南区警方通知夫妻俩关于陈小军死因的鉴定结果，排除他杀、自杀、属意外死亡。这个结果让陈志武难以理解，也对警方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警方给他的2份通知书也并没有解答他的疑惑。第一份是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
上面详细写明了不予立案的原因。第二份通知书是一份证明，经过市、区2级刑侦、技术部门的调查，陈小军死亡事件排除了他杀和自杀的可能，属于意外死亡。可是，这个结论并不能让陈志武满意，他对警方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想要知道这个所谓的意外死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在多次追问下，警方只是给出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比如玩游戏也可能引发死亡。这个回答并没有解答他的疑惑。如果是玩游戏引发的死亡，那么当时陈小军的双手、双腿为何会被捆得如此专业？他的双手被捆后，又怎么可能把自己挂到屋梁上去呢？更何况他还穿着大红裙子和游泳衣。后来，巴南区刑侦支队的负责人告诉陈志武，就连市局也无法解释发生在陈小军身上的这些现象。这个消息让陈志武更加不安，也让他开始怀疑警方的真实动机。如果您不满意区局的鉴定结论，您可以向市局申请复议。警方宽慰陈志武，声音温和而安抚。我将在明天12月9日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陈志武回应道，语气坚定而果敢。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陈志武申请复议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凶手至今未落网，警方未曾就此案件再做出任何努力，这无异于证明陈志武的申请已经失败了。那么这个案件究竟存在着哪些疑点呢？这些疑点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使得公众都开始热烈讨论这个案件的真相，甚至将其与鬼神扯上了关系。首先，对于警方遮遮掩掩的意外死亡说法，实际上后来有关部门发表了正式声明。在陈小军的死亡现场，也就是他的居所里，警方发现了圣斗士星矢的光盘和一根铁链。这部动画中有一名圣斗士名叫舜，在作品中，他是一个年仅13岁的男孩，使用的武器是星云锁链，锁链可以缠绕在身体上，这也许会让年轻的男孩子们模仿这个角色。而陈小军居所里的铁链也证实了这一猜想。尽管动画中的舜看起来很女性化，但实际上他是男性，这种性别双重性格带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很容易让有特殊性取向的孩子们对这个角色充满了痴迷。此外，死者的床上和身上还有竹蜡地痕，并且警方还在死者身上提取出了男孩自己的精液，因此警方认定这个年仅13岁的农村小男孩死于性窒息。那么什么是性窒息呢？这里需要简单科普一下，所谓性窒息，也叫自因性窒息或自因性死亡，是指性心理和性行为变态者独自一人在偏僻隐蔽的地方，采用异类景象等控制呼吸的方式，造成大脑缺氧状态，刺激增强其性欲以达到性高潮。由于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意外，这种行为有很大风险会导致窒息性死亡。在国外， Hefel 在1948年最早对性窒息进行了描述，国外相关报道也较多。在国内，法医学家李德祥在1980年首次对性窒息死亡进行了报告。近年来类似案例的报道也时有发生。由于性窒息患者通常打扮异常，死亡现场较为特殊，容易被误认为是他杀或自杀，同时还可能在保险和遗产继承等方面引起法律纠纷，而陈小军的案件也十分符合这一点。综上所述，警方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值得深思的。根据现场的大量动画光碟、年龄未成年人、自虐倾向以及房梁上陈旧的绳索摩擦痕迹等现象，警方有理由推断死者在动画光碟的引导下，多次实施体位性窒息的方式来达到性快感的目的，最终导致窒息死亡。然而，这一结论不免让人心生疑虑，因为其中存在着好几个无法解释的疑点。
想象一下，一个年仅13岁、常年居住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小孩，如何会想到这种高级玩法呢？动漫里的角色也不过使用锁链作为武器罢了。小孩如果要模仿，也只会拿着锁链打架。如果没有成年人的特意引导，那么一个小孩子又怎么可能会想到对自己做出这样的行为呢？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一切的行为都是这个孩子自己想到的，但是在手和脚被同时绑着的情况下，挂上秤砣将自己吊在木梁上，这番操作，各位看官可以想象一下，仅靠着自己一个人能做到吗？何况死者陈小军的头上还有被针刺的伤痕，如果先绑住自己，再用针刺自己额头，基本办不到。如果先刺自己额头，再将自己双手双脚全部捆绑，再挂上秤砣，更是办不到。因为你的额头受到那么剧烈的疼痛，还会有多余的力气办那些复杂的事吗？又不是要自杀。说到自杀，死者陈小军自杀的可能性也几乎等于0。首先，按照上面的分析，同样的操作，独自自杀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据被害人同学及家人反映，死者生前并无自杀征兆。最后，自杀根本不必搞这么麻烦，又是捆绑，又是针刺，还挂个秤砣，史上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自杀法。那么，排除了自杀和意外死亡这2种可能性，就只能是他杀了。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会跟一个孩子过不去，要下如此毒手呢？根据陈志武的邻居们的说法，陈志武全家都很老实，平时对人也友善，从来不和别人发生纠纷。陈小军平时少与人说话，害羞得很，虽然成绩不太好，但人和他父母一样老实得很，从不招惹谁。以前也从没发现他有穿女孩衣物的怪癖，所以他突然这么死了，全村人都觉得太怪了。因此，如果是他杀，那么仇家寻仇的可能性便很小了。排除了仇杀，我们只剩下2种可能性：激情杀人和预谋杀人。然而，我认为激情杀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通常情况下，犯罪者会因冲动而行事，对受害者造成的身体伤害也更为严重，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在杀人后花费大量时间来布置一个如此复杂的现场。此外，陈志武曾透露，陈小军在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放学回家过周末，原本应该于11月1日星期天晚上返回学校，但一直未归。校方称已尝试多次联系陈志武，但由于陈小军的手机恰巧在那几天出了故障，所以未能取得联系。考虑到陈小军的死亡时间段为11月3日至4日，我们可以推测在他失踪的这段时间内，可能发生了什么。他可能遇到了某个人，或者被囚禁在家里。这样一来，预谋杀人的可能性就变得更高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陈小军当时居住的村庄以老弱妇孺为主，年轻有力的人大多外出打工，所以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小。那么，谁有犯罪嫌疑呢？陈小军的死法十分奇特，如果不是像警方推论的那样性窒息而亡，那么很显然凶手有着某种特殊的性癖好，很可能是恋童癖，并且存在施虐倾向。近年来，社会新闻中经常出现虐童事件和施害者身份的曝光，甚至有些施虐者还是教育工作者。此外，重庆国宾妇产医院一位博士生导师透露，一些不法分子已经将黑手伸向农村留守儿童，并且不仅对幼女进行强奸，同时也对男童进行性侵犯。因此，有网友合理推论，凶手可能是有组织的，专门针对像陈小军这样的农村单身男孩下手。也有可能凶手是惯犯，只是这次犯案手法太过激烈，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此外，
陈小军的邻居表示，从他放学回家之后，一直到11月5日，他们都没有见到过陈小军。这也进一步佐证了预谋犯案的可能性。犯罪者很可能早早地将陈小军囚禁起来，在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虐待后，最终杀害了他，并在深夜潜逃，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总之，在案发初期，这种推理似乎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随着媒体广泛传播案件相关信息，更多的猜测和推理开始涌现出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种名为邪书续命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并且获得了大量支持者。据估计，这一说法的支持者数量也是最多的。首先，在案发前一天，陈小军的母亲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一个从未谋面、个头很高的男人悄悄进入了他们家的农村老屋，并在梦中催促他赶紧回家看儿子。这个梦为邪书杀人的说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或许这是上天的启示，只可惜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其次，被害者过于奇特的死状更加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那么，所谓的邪书续命到底是如何延续生命的，又是如何与红衣男孩的案件相对应的呢？让我为您解释一下吧。了解道术的人可能会知道，按照道法术的说法，指引命格之人的魂魄用于修炼法术，算是最好的东西。而在这个案件中，小男孩恰好拥有阴命格，而且在死亡的当天，小男孩刚好满13岁，生日零13天。在道术上，这一天被认为是最阴的一天。凶手选择了最阴的一天进行作案。被害者死状中集齐了金木水火土5行，包括秤砣为金，房梁为木，用衣为水，红衣为火，地面为土，以及头顶上的针眼。按照道术中的取魂说法，这是非常可行的。首先，凶手制服了男孩，然后给他穿上了红裙子，据说是锁魂红衣，并在他的脚上绑上了秤砣，据说是坠魂砣，这便是留魂。接着，凶手杀害了男孩，并用分魂针插入了他的头顶，这便是泄魂。凶手当时应该还拿着一些装魂魄的法宝，比如葫芦等。在泄魂之后，按照道书上的说法，人的魂魄是不会被取尽的，必须让死者离开地面，也就是离土。所以为了取尽男孩的魂魄，凶手又把男孩挂在房梁上。房梁为木，木代表生命，有引魂之功效，这样才能把男孩的魂魄取干净。而男孩13岁零13天的年龄和穿着女性亲属的水性泳衣，则是为了让他的魂提到至阴的地步。这个说法描绘的状况令人毛骨悚然，它涉及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让人不禁联想到其他类似的神秘案件。其中一个让许多人支持的说法是，如果凶手真的是为了续命而杀人，那么他必须杀死12个拥有相同命格的孩子才能成功。这似乎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这些事件之后，13个人都不幸丧生了，最后一个死亡的小女孩在中元节这个鬼节当天吊死，这更是令人感到恐怖。如果这些事件还不足以让你感到不安，那么最近在武汉发生的一起案件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澎湃新闻6月22日的报道称，一名12岁男孩在家中3楼被发现倒吊在横梁上死亡，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男孩竟然穿着女装，并用绳子将自己捆绑在一起。警方最终认定男孩是意外身亡，死因是性窒息。但男孩的家人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孩子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些操作。他们还指出，孩子身上的异物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孩子会具备如此专业的捆绑技巧？这起案件让人不禁想起了重庆红衣男孩案，有人甚至认为
这起案件是红衣男孩案的连环凶手再次犯案，但更流行的说法是，这些案件都涉及到了相同的邪术杀人续命的手法。无论真相是什么，这些事件都令人感到不安。毕竟，无论是邪术的力量，还是变态凶手的恶行，都意味着有人在杀害无辜的人类生命。我们应该追求真相，并确保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尽管官方并未做出任何翻案的决定，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合理推测来探讨这些事件的真相，同时也应该敦促当局对这些案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本集已经播放完毕，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和支持。